当你在深夜辗转反侧，被焦虑的思绪缠绕时，你是否曾深深怀疑过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充满随机性的时代，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可预测的经济变动，甚至是个人的失败，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生命是一场残酷的赌局，没有规则，只有运气。这种对混乱的恐惧，正是现代人心灵痛苦的根源。我们害怕失控，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相信宇宙是一个冷漠、无序且充满敌意的荒原，我们只是其中无助的尘埃，随时可能被命运的狂风吹散。然而2000多年前的斯多葛哲学家们面对同样动荡的乱世，却拥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对他们而言，物理学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他们坚信我们所处的宇宙并非杂乱无章的碎片堆砌，而是一个精密运作、充满智慧的有机体。这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基于深刻观察后的理性结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宇宙运作的底层逻辑，如果我们能看清这庞大机器背后的设计蓝图，那么那些曾经让我们夜不成寐的恐惧，就会在理性的光芒下烟消云散。斯多葛学派最伟大的皇帝哲学家马可·奥里略在他的沉思录中曾反复提出一个震撼灵魂的二分法，要么是原子的混乱聚合，要么是自然的统一秩序。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决定我们如何度过一生的关键选择。如果你选择相信世界是混乱的原子碰撞，那么每一次挫折都是无意义的受难。但如果你选择相信宇宙是理性的秩序，那么每一次挑战就都变成了宏大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就是斯多葛物理学的核心力量，它试图将我们从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确信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无论好坏，都不是随机的错误，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必要之物，你的心态会发生怎样的转变？这正是斯多葛主义中宇宙理性的概念。他们认为有一种神圣的理性之火贯穿万物，从星辰的运行到四季的更替，再到你此刻的呼吸，无一不遵循着这股神圣的法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被抛弃的孤儿，而是这个巨大宇宙生命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便会油然而生。在现代社会，我们过度关注微观的得失，却遗忘了宏观的视野。我们盯着银行账户的数字，社交媒体的赞数，却忘记了抬头仰望星空，感受那种亘古不变的宁静。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痛苦往往源于视角的狭隘。当我们把自我看得太重，把宇宙看得太轻，我们就会与现实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就是我们精神内耗的源头。理解斯多葛的物理学，实际上就是在学习如何调整我们的焦距，从狭隘的自我中心转移到广阔的宇宙视角。塞内卡曾生动地比喻，智者就像是一条被系在行驶马车上的狗。如果你顺应马车的方向奔跑，你的旅程将是和谐且充满风景的。如果你抗拒并试图反方向拉扯，你不仅会被强行拖拽，还会遍体鳞伤，最终仍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辆马车就是宇宙的理性法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大多数人的痛苦并非来自命运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抗马车的那股无用的蛮力。我们试图用渺小的意志去扭转宇宙的车轮，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我们常常误以为物理学是科学家的专利，是冰冷的公式和数据。但在斯多葛看来，物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如果不了解宇宙的本性，你就无法了解人性的善恶。因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内在的理性只是宇宙大理性的一个微小火花。当我们运用理性去思考、去行动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宇宙的神性同频共振。这意味着追求智慧和美德不仅是个人的修养，更是对宇宙法则的最高敬意。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多葛主义这一最深奥却又最实用的支柱。这不是一堂枯燥的科学课，而是一场灵魂的解药之旅。我们将剖析为何斯多葛学派如此坚定地认为宇宙是善的，以及这种信念如何帮助他们在暴君的统治、瘟疫的肆虐和流放的孤独中保持惊人的平静。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如何改变宇宙的运行轨迹，
而是如何让我们的意志与宇宙的意志合二为一，达到顺应自然的最高境界。接下来，我们将揭开宇宙理性的神秘面纱，理解这个古老概念如何成为现代人对抗焦虑的最强武器。我们将探讨万物互联的真相，为什么你对别人的伤害最终会回报到自己身上，以及为什么发生在群体中的灾难对个体而言也是某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宏大的世界观，它要求我们走出自我的小圈子，去拥抱一个更广阔、更神圣的现实。当你开始用斯多葛的眼睛看世界，你会发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宇宙依然井然有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现代生活的浮躁与喧嚣，跟随古代哲人的脚步，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请记住，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这是一次思维的重塑。当你真正理解了宇宙是理性的这一点，你将不再是一个在风暴中瑟瑟发抖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在风暴眼中安然自若的观察者。因为你知道，风暴也是秩序的一部分，而你拥有与风暴共存的智慧。让我们开始这场通往心灵自由的旅程。若要真正理解斯多葛学派的智慧，我们必须首先掌握一个核心概念：逻辑道。对现代人来说，逻辑似乎只是思维的工具，但在古希腊斯多葛哲学家眼中，理性是构成宇宙的神圣火焰，是万物的种子。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台冰冷死寂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有生命、有呼吸的巨大有机体。这股贯穿天地的理性之气，决定了树木如何生长，潮汐如何涨落，以及你的人生会遭遇什么样的起伏。这意味着宇宙间发生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理由，绝非盲目的巧合。这种观点与伊壁鸠鲁学派的原子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壁鸠鲁认为世界是原子在虚空中偶然碰撞的结果，没有目的，没有神性。如果你相信这种观点，那么当灾难降临时，你只能感到绝望，因为那是纯粹的厄运。但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不，这一切都是神圣剧本的一部分。这个剧本是由一个至善、至高的理性所编写的。即使我们作为渺小的人类，无法在当下理解某场苦难的全部意义，我们也必须信任编剧的智慧。这种信任是心灵平静的基石。当我们接受了宇宙是理性的这一前提，我们对待挫折的态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试想，一个技艺精湛的医生为了治愈病人，可能会进行痛苦的手术。同样的，宇宙为了维持整体的和谐与进化，有时也会让我们经历痛苦。这些痛苦，无论是失业、分离还是疾病，并非宇宙对你的惩罚，而是它运作过程中必要的环节。就像为了锻造一把锋利的宝剑，钢铁必须经历烈火的焚烧与重锤的敲打。你的苦难正是宇宙理性雕琢你灵魂的方式。艾比克泰德这位曾经的奴隶哲学家对此有着最深刻的体悟。他教导我们，不要要求事情依照你的意愿发生，而要意愿事情依照它发生的样子发生，这样你就会过得顺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消极的顺从，实则是极致的主动。因为当你的意志与理性的流向完全一致时，你就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了宇宙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你不再是在湍流中挣扎求生的落水者，而是学会了驾驭波涛的冲浪者。波涛命运依然汹涌，但你的内心却因顺应而获得了自由。这种顺应自然的智慧引出了斯多葛物理学的第二个关键概念：万物共感。既然宇宙是由同一个理性所渗透和管理的，那么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就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是孤立的岛屿，而是同一片大陆的一部分。马可·奥里略在《战场的营帐》中写道，时刻思考万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因为所有事物都以某种方式互相交织，因此所有事物都彼此亲近。这不仅是诗意的修辞，这是古代的系统论，是对生态系统最原始且精准的描述。在现代社会，孤独感像是一种流行病。我们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感觉与他人、与自然彻底断裂。这种痛苦源于我们遗忘了万物共感的真理。当你意识到你呼吸的空气、
你饮用的水，甚至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曾是星辰的一部分，都曾流经无数生命。你就会明白，孤独是一种幻觉。你与这个世界有着神圣的血缘关系，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理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你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都会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中产生涟漪。理解了万物共感，我们的道德观也会随之升华。如果我们都是同一个巨大生命体宇宙的肢体，那么伤害他人就等于伤害自己，就像左手拿刀砍伤右手是荒谬的一样。出于愤怒、嫉妒或贪婪去损害同类，也是违反宇宙理性的疯狂行为。斯多葛主义的利他精神并非基于软弱的感性，而是基于硬核的物理学认知。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在维护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宏大系统的健康，而自私自利则是在试图让自己成为系统中的癌细胞。为了将这些宏大的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心理工具，斯多葛学派发明了一种强大的冥想技巧，我们称之为柏拉图视角或高空视角。这是一种利用物理学认知来治疗心理焦虑的练习。当你感到被生活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或者被他人的冒犯激怒时，请闭上眼睛，运用你的想象力，让你的意识脱离肉体，缓缓升空。想象你正在向上飞升，穿过屋顶，越过云层，直到你能俯瞰整个城市。在这个高度上，你看到了什么？原本让你焦虑不已的交通堵塞，变成了一条缓慢移动的细线。那个在会议上批评你的同事，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你所执着的豪宅、名车，不过是如同蚂蚁巢穴般的微粒。随着你继续升空，视野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你会看到国界线消失了，战争和冲突显得如此渺小和荒谬。你会看到四季的更替、云层的流动，以及这颗蓝色星球在浩瀚星海中的孤独与美丽。这种视角的切换能够瞬间击碎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地面上，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的问题无限放大，仿佛全世界都围着我们的痛苦转。但在宇宙的尺度下，这些烦恼变得微不足道。这并不是要让我们感到虚无或自卑，而是要让我们感到释然。既然我们的生命在宇宙的长河中只是一瞬，既然我们的烦恼在星辰的背景下如同尘埃，那么为什么要让这些琐事消耗我们宝贵的心神呢？高空视角让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性的比例感。通过这种练习，我们重新连接了理性。我们不再是用狭隘的人类视角看世界，而是尝试借用宇宙的眼睛来审视自己。你会发现，许多你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其实只是自然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正如马可·奥里略所提醒自己的，亚细亚和欧罗巴只是宇宙的一角，整个海洋只是宇宙的一滴水，阿索斯山只是一块泥土，现在的一刻只是永恒中的一点。当你心怀宇宙，现实中的困难就再也无法轻易击倒你。然而，接受宇宙的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得冷漠无情。相反，正是因为理解了万物的脆弱与短暂，我们才更应该珍惜当下的连结。当我们从高空视角回到地面，回到我们的身体里，我们应该带着一种新的慈悲心。我们身边的人同样也是宇宙理性短暂的载体，同样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理解了这一点，宽容就不再是一种强迫的义务，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同是这场宏大宇宙戏剧中的演员，理应互相扶持，演好各自的角色。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对理性和共感的认知，并学习了高空视角这一工具。但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理性宇宙中，依然存在着一个让无数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宇宙是善的，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我们所爱的人会离去？甚至为什么我们自己终将毁灭？死亡是物理学中最大的熵增，也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斯多葛学派对此有着极为独特且充满力量的解释，这将是我们解开生死之谜的关键。在下一章，我们将直面这个终极话题。我们将探讨斯多葛学派如何看待变化与消逝，以及为什么变化本身就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我们将深入解析为什么你不需要害怕失去，因为在斯多葛的物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真正失去的，一切都只是归还。准备好，
我们将要把最深层的恐惧转化为最深层的宁静。如果说理性是斯多葛宇宙的骨架，那么变化就是它的血液。现代人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就是对恒长的病态执着。我们渴望青春永驻，渴望财富只增不减，渴望爱人永远不变心。然而，这是一种违反物理法则的奢望。斯多葛学派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智慧，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宇宙的本质不是静止的固体，而是燃烧的火焰，是永恒的流动。你此刻感受到的稳定，只是一种感官的错觉。在微观层面上，万物每分每秒都在经历着生灭与重组。当我们抗拒变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抗拒生命本身。马可·奥里略曾经深情地质问：有什么东西如果不经过变化就能够存在呢？如果不燃烧木头，你能洗个热水澡吗？如果不经过消化和转变，食物能滋养你的身体吗？变化的本质并非毁灭，而是转化。就像春天必须死去，夏天才能诞生；葡萄必须经历腐烂和发酵，才能升华为美酒。如果我们能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些过程，就不会再为事物的消逝而悲伤，因为我们知道物质守恒，能量不灭，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这种物理观深刻地影响了斯多葛学派对失去的定义。在艾比克泰德看来，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失去，只有归还。这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概念重塑。试想一下，如果你向银行借了一笔巨款，享受了10年，当银行要求还款时，你会愤怒地指责银行抢劫吗？当然不会，你会感激这笔钱曾经带给你的美好时光。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财产、名声，甚至我们的亲人，都是宇宙借给我们的贷款。当你的孩子生病，当你的爱人离去，当你的财富缩水，这无疑是痛苦的。但斯多葛主义者会第一时间提醒自己，我没有失去它，我只是归还了它。给予者是宇宙理性，收回者也是宇宙理性。他在最合适的时间将其赐予你，也在最合适的时间将其收回。如果你像一个小偷一样，试图将借来的东西据为己有，并在归还时哭天抢地，那你就是既愚蠢又忘恩负义。这种心态的转变，能让我们从受害者心态中瞬间解脱，转而对曾经拥有的一切充满深深的感激。让我们把这个哲学应用到现代生活的具体场景中。想象你刚买了一部昂贵的新手机，你爱不释手，生怕它被刮花。这种恐惧让你变得神经质，但如果你运用斯多葛的物理观，你会看着这部手机，并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一堆塑胶、金属和玻璃的暂时聚合体。根据热力学定律，它最终会破碎、老化、被淘汰。当你预先接受了它必将毁坏的物理事实，你就不会再被恐惧绑架。而当它真的摔碎的那一天，你也能平静地接受，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归了自然的循环。这同样适用于我们最看重的人际关系。现代人在感情中患得患失，往往是因为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宇宙个体，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当一段关系结束时，无论是因为分手还是死亡，这并不是你的人生成了残缺，而是两条轨迹在交汇之后回归了各自的旅程。塞内卡曾安慰一位丧子的母亲，命运不会因为我们的眼泪而改变他的判决。与其在悲痛中停滞不前，不如感谢命运曾让两条轨迹在浩瀚宇宙中并行了一段美好的旅程。斯多葛物理学还教导我们如何面对变老。在这个崇尚年轻的社会，皱纹和白发被视为失败，但在斯多葛眼中，衰老是自然界最庄严的韵律，就像橄榄成熟后自然会掉落，这是圆满而非衰败。马可·奥里略说，一个顺应自然的人应该像一颗成熟的橄榄一样，在掉落时赞美生它的大地，感激养它的树木。抗拒衰老就是试图让时间倒流，这不仅徒劳无功，更是对宇宙法则的亵渎。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它独特的职责和美感，接受身体的变化，就是接受宇宙的节奏。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使用杯子已经碎了的思维工具，这源于古代智慧的现代演绎。当你拿起这只杯子时，想象它已经碎了，
因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它破碎是必然的物理结局。当你接受了这个未来的现在，你反而会更加珍惜此刻杯子还完整的时光，你会更小心地使用它，更欣赏它的光泽。同样，当你看着你的爱人，试着意识到这段缘分终将结束，这不会让你冷漠，反而会让你此刻的拥抱变得无比珍贵和热烈。这种对无常的深刻接纳，最终导向了斯多葛哲学中最硬核的概念——爱命运。尼采后来将这个词发扬光大，但其根源深植于斯多葛的土壤。既然宇宙是理性的，既然每一个变化都是宏大蓝图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不仅要忍受命运，更要热爱命运。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战士的姿态。如果宇宙决定让你破产，那就把破产当作磨练品格的燃料；如果宇宙决定让你生病，那就把疾病当作展示勇气的舞台。许多人误解斯多葛主义为压抑情绪，事实上，斯多葛学派非常重视情绪的物理机制。他们认为，负面情绪是理性的扭曲，就像灵魂的肌肉发生了痉挛。当我们因堵车而愤怒时，我们是在预设世界不应该堵车，但物理事实是，车辆密度超过道路承载力就会堵车。我们的愤怒源于我们的预期与现实物理法则不符。一旦我们调整预期，承认现实的合理性，愤怒这种痉挛就会自然缓解，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应对方案。我们常常担心未来，担心那些可能发生的坏事，但在物理学上，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已经消散，未来尚未凝结。焦虑本质上是我们将想象中的痛苦叠加到了现在。斯多葛教导我们要画地为牢，活在当下的隔舱里。你不需要去承担未来的重担，你只需要承担这一刻，而这一刻无论多么艰难，通常都是可以忍受的。正如马可·奥里略所说，不要让未来的想象惊扰你，如果必要，你将带着同样的理性武器去面对它，就像你现在面对当下一样。通过理解宇宙的流动性，我们学会了放手的艺术。放手不是放弃，而是停止抓紧那些本就在流动的东西。试图抓住流水，只会让水流失得更快。试着把手掌摊开，让水流过，你才能感受到水的清凉。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将一切固定在某个状态，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保持内心的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便利了斯多葛物理学的三大支柱：理性的宇宙、万物的连结以及流动的永恒。我们理解了世界为什么这样运作，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但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就只是大脑的玩物。最后一步是将这些宏大的宇宙观压缩成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精神护身符。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结尾来整合这一切，让我们在关闭视频后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来自星辰的力量。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进行一次终极的思维整合。我们将探讨如何在每天早晨醒来时穿上这套宇宙盔甲。我们将重访那句最著名的格言：记住，你终将一死。但这一次不是带着恐惧，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极致热爱。准备好，让我们完成这场灵魂的炼金术，将铅一样沉重的焦虑点石成金，化为黄金般的宁静。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再将其视为充满敌意的战场，而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之城，我们的灵魂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宁。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巨大城邦的公民，无论你是罗马皇帝还是跛脚奴隶，在宇宙理性的法庭面前，地位一律平等。这种物理学上的平等观赋予了我们一种高贵的责任感。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为了维护这个宇宙城邦的和谐运作。就像蜜蜂离不开蜂群，我们也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有机整体。你的每一次善行都是在为宇宙的秩序添砖加瓦，你的每一次堕落都是对神圣法则的背离。这引出了斯多葛物理学中最具诗意的生死观。我们常说入土为安，在斯多葛看来，死亡不过是元素的解散与重组。马可·奥里略曾温柔地写道，大自然将你从他那里生出来，现在他又要收回你。
你就顺从的回去吧，就像一个演员演完戏下台一样，毫无怨言。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回归。构成你身体的原子将会变成泥土、花草，甚至是下一颗闪耀的新星。从物理学的角度看，生命是一场物质的循环舞会，我们只是在其中跳了一支短暂而绚丽的舞曲。理解了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转化成了对自然的崇敬。这种宏观的视角赋予了记住你终将一死新的含义，它不再是一句阴森的恐吓，而是一声清脆的起床号。既然我们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既然我们随时可能被宇宙理性召回，那么浪费时间在愤怒、嫉妒和琐事上，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每一天早晨醒来，都是宇宙给予我们的额外馈赠，我们应该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不是去放纵享乐，而是去追求美德的圆满。当你意识到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拥抱亲人，最后一次欣赏夕阳，你的生命浓度将会被压缩到极致，每一秒都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让我们再次回到艾比克泰德那个著名的演员比喻，这是斯多葛物理学在人生哲学上的最高体现。他说，记住，你是一出戏剧中的演员，剧本由剧作家宇宙理性决定。如果他要你演乞丐，你就演好乞丐；如果要你演国王，你就演好国王。我们无法选择剧本，无法选择角色，也无法控制戏份的长短，这就是物理法则的铁律。但我们拥有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演。一个演得精彩绝伦的乞丐，远比一个演得糟糕透顶的国王更值得尊敬。这就是我们尊严的来源，不在于际遇，而在于表现。这种心态彻底粉碎了受害者情节。当逆境来袭，当你遭遇不公，当你身处困顿，不要抱怨剧本烂，因为那是对剧作家智慧的质疑。相反，你应该挺起胸膛，对自己说，这是一场高难度的戏，宇宙信任我的演技，才把这个挑战交给了我。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气概！你不再是被命运碾压的蝼蚁，你是与命运共舞的舞者。你接受发生的一切物理事实，然后注入你的美德与智慧道德选择，将一场原本可能悲惨的悲剧演绎成一场展现人类精神光辉的英雄史诗。这便是爱命运的终极奥义，不仅仅是忍受，而是热烈的拥抱。尼采所推崇的这种精神，正是源自斯多葛对宇宙理性的绝对信任。想象一场大火，普通的木头会被烧成灰烬，但斯多葛主义者就像是投身火海的黄金，烈火非但不能毁灭它，反而炼净了它的杂质，使它更加纯粹和耀眼。生活中的每一个障碍都是燃料，无论宇宙向你抛来什么，是赞誉还是诽谤，是健康还是疾病，都要把它当作燃烧生命之火的燃料。只要你的内心之火足够旺盛，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助燃剂。那么我们该如何将这套深奥的物理学带入明天的生活？请从今晚开始，试着进行一次宇宙漫步。在睡前，抬头仰望星空，或者闭上眼想象浩瀚的宇宙，思考星辰运行的轨迹，感受那种超越人类历史的宁静与秩序。告诉自己，我也是这宏大秩序的一部分，我的烦恼在其中微不足道。让白天的焦虑在星光中溶解，带着一种回归母体的安全感入睡。这不是逃避现实，这是回归更本质的现实。在这种宏大的背景音下，你的心灵将获得深度的修复。明天清晨，当阳光唤醒你的时候，请在下床前花1分钟进行预演，告诉自己，今天我可能会遇到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虚伪的人，但我不会因此而惊讶，也不会因此而愤怒，因为我知道这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就像无花果树会流出枝叶，婴儿会哭闹一样自然。当你预先用物理学的眼光看透了人性的弱点，你就穿上了一层无形的盔甲，任何冒犯都无法真正刺伤你的灵魂，因为你已经看清了他们的本质。你将以宽容和理性的态度，优雅地穿过这充满挑战的一天。在一天的工作中，当你感到压力山大，或是事情不如人意时，请启动2分法的过滤器，迅速分辨，这是我能控制的吗？如果不是，比如天气、股市、别人的看法，那就把它归类为身外之物，是宇宙运行的一环。
与你的道德无关。如果是你能控制的，你的判断、你的行动、你的态度，那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通过这种不断的区分练习，你将节省下惊人的心理能量。你不再与宇宙的风车作战，而是将所有精力都聚焦在驾驶自己的心灵之船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可撼动。这就是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不动心，免于激情。这不是像石头一样麻木不仁，而是像深海一样，表面可能波涛汹涌情绪的生理反应，深处却始终宁静澄澈理性的主宰。你依然会感受到喜怒哀乐，但你不再被他们奴役。你成为了自己心灵王国的真正君主，稳坐在理性的宝座上，笑看外界的风云变幻。这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强大气场，一种即使在混乱中也能给予他人力量的稳定感。这条路并不好走，它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觉，不断地与本能的恐惧和贪婪做斗争。这是一场持续一生的修行。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在你身后站着马可·奥里略、艾比克泰德、塞内卡以及无数在历史长河中践行这条道路的智者。更重要的是，整个宇宙都在支持你，因为当你运用理性生活时，你就是在与宇宙同频共振，你就是在实现你作为人类的最高潜能。你不再是宇宙中的一个意外，你是宇宙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亲爱的朋友，哲学不仅仅是图书馆里的灰尘，它是战场上的利剑，是暴风雨中的灯塔。今天我们探讨了斯多葛的物理学，不是为了让你成为天文学家，而是为了让你成为生活的勇士。当你明白了宇宙的理性，你就战胜了生存的恐惧。不要等到灾难降临才去寻找哲学，现在就开始锻造你的灵魂，让斯多葛的智慧渗透进你的血液，让理性的光芒照亮你的每一个选择。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确定的自己。如果你准备好接受宇宙的秩序，如果你愿意停止与命运的无谓对抗，开始主动拥抱你的人生剧本，那么请在评论区坚定地写下“我顺应宇宙的节奏”。这不仅是一句评论，这是你与自己与宇宙签订的一份神圣契约。它宣告着你不再是一个在黑暗中哭泣的孩子，而是一个在星光下行走的智者。感谢你的观看与陪伴，这里是你的斯多葛哲学频道，致力于为现代灵魂寻找古老的解药。如果你觉得这段旅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那些同样在焦虑中寻找出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构建一座不可撼动的内在城堡。记住，宇宙是理性的，而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保持强大，保持理性。我们下个视频见。